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财富的本质。每个人对财富都有自己的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财富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工作一辈子勉强糊口，而有些人却能轻易地通过一场直播赚取数百万甚至更多？在这期视频中，我想深入探讨财富的真正含义，真正的财富自由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成为富人。这期内容可能会有些长，但我保证，如果你能耐心看完，你对财富的看法、你的财务状况，甚至你未来赚钱的方式，都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我们通常认为财富就是金钱，但事实上，金钱并不等同于财富。如果钱真的能代表财富，那么政府只需不断印钞，每个人每月都能成为百万富翁。但这显然不是真实的情况。金钱其实只是一种交换媒介，它本身并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来看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听说过津巴布韦吗？在那里，几乎人人都是亿万富翁，但他们其实非常贫穷。这似乎有些矛盾，但它恰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金钱并不等同于财富。当钱无法兑换到实际的商品时，它实际上就成了一堆废纸。无论是古代的贝壳、陶瓷，还是现代的数字货币，钱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它是交易的媒介，用于交换物品或服务物。所以，当我们谈论财富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能够带来更多好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许多人错误地将拥有金钱和拥有财富混为一谈，认为拥有更多的钱就意味着更加富有，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这个话题，解析财富、资产和钱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希望通过这期视频，你能对财富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请继续关注才知道，一起揭开财富的神秘面纱。所以，我们是否富有，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口袋里有多少钞票，而是看我们是否能够用这些钱购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生活质量。许多人错误地将财富和金钱等同起来，认为有了钱就等于富有，这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财富的真正含义。真正的财富实际上是物品和权利的积累，通常体现在动产、不动产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在经济学中，财富往往指的就是这些方面。了解财富的本质之后，我们来看看财富、钱和资产之间的关系。理解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就能更好地理解赚钱的真谛。我们赚到的钱实际上是财富转化成资产的结果。想象一下，财富就像是河流的源头，它无处不在，可以是我们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的。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将这些有形或无形的财富，通过契约转化为我们的资产，然后我们将这些资产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以此换取金钱。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让我通过一些例子来简化这个概念。以打工赚钱为例，我们为什么能通过工作赚钱？因为我们将我们的智慧、体力和学识这些财富通过劳动合同转变成了资产，然后我们将这些资产出售给公司，从而换取工资。只要我们持续根据合同提供我们的智慧和劳动力，我们就能持续获得收入。但一旦公司不再需要我们的服务，我们就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再来看看商人如何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来赚钱。商人是如何赚钱的？他们通过组织和运输，将产品和服务转化为自己的资产，然后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销售这些资产，从而获得利润。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财富、资产和金钱之间的相互关系。财富是源头，资产是财富的转化形式，而钱是资产在市场上的表现形式。理解了这些概念，你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赚钱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管理和增加资产来积累财富。你发现了吗？在现代社会中，能够赚取更多财富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富
通过技术和方法转化为自身资产的人。这就意味着积累财富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简单的积累金钱，而更在于如何有效地积累和管理资产，这才是真正理财的核心所在。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财富与收入的区别。很多人认为，只要收入高，财富就会随之增加，但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解。财富的真正含义实际上与收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想一想，你能够积累的稀缺性优质经济资源，比如拥有的资产或权利，决定了你能够变现的金钱数量。但许多人错误地将高收入等同于高财富，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因为只有正确理解这些概念，我们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和行动。我们需要清晰地区分什么是财富和什么是收入。财富是能持续产生收入的个人价值，而收入则是你个人价值在短期内带来的经济收益。例如，你的年薪100万是你的个人收入，但能够获得100万年薪的能力才是你的个人价值，也就是你的个人财富。此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钱逐渐失去了价值，同时物价却在不断上升。你是否感觉到手头的钱越来越不够用，赚钱也越来越难了？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我们手中的货币价值下降，从而引发了这一现象。通货膨胀对普通人来说，主要的影响就是稀释我们手中的钱的价值。我们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过去10几年大约保持在 7% 左右。按照这个比率计算，现在的10万元在10年后只值约 4.8 万元，再过10年，它的价值可能只剩下2万元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快的贬值速度。如果你的赚钱速度赶不上钱贬值的速度，那你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这里出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许多人虽然隐约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存在，也知道它会稀释他们手中的钱，但却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就像是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适应了这种变化，却忽略了潜在的危险。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如何赚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我们的购买力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对财富的管理和增值有更深的理解和策略。那么，怎样才能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甚至增加我们的财富呢？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投资我们的资产。这不仅仅是关于如何赚取更多的钱，而是关于如何智慧地管理和增值我们已有的财富。我们需要学习和运用有效的投资策略，理解市场动态，并合理分配我们的资产，以抵抗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智慧的资产管理和投资策略来保持并增加我们的财富。我们将讨论不同的投资选项，如股票、债券、房地产等，并了解如何根据市场情况和个人的财务目标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财富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实现财富的增值。通过正确的财富管理和投资策略，我们可以有效地应对通货膨胀，保护并增加我们的财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积累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同时也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但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意味着我们的购买力下降，同时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会贬值的原因。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超高性价比的剩余价值，但却需要花费大量贬值的钱来购买这些通过剩余价值创造的商品。此外，我们还常常被各种商业套路所诱导，不断的消费。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如何获取更多的财富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积累资产。我之前提到过，你越能积累稀缺性的优质经济资源，享有更多的资产或权利，你在市场上变现的钱也就越多。但对普通人而言，积累资产并非易事。从学校毕业后，仅仅解决生存问题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有用。但只有增强自己获取财富的能力，学习真正有用的知识，才能在这个社会中脱颖而出。这一切的前提是构建一个能够让自己获得财富的知识结构。一个有效的知识结构是以通识技能为底基，以基于个人优势发展的专业技能为主干，再辅以投资理财的知识。通识技能是你在一个时代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认知，比如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认知、写作、拍摄等是基础技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领域，但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到顶尖很重要，因为这就是你的稀缺资源。投资理财的知识则更像是一种财商思维，是指我们在不同阶段应该建立的财富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如何提升个人的生产总值。个人生产总值是我们出手时间所获得的回报。提高自己的收入有3种方式：出手更多的时间，提高单位时间的价格，以及改变时间出手形式，将同一份时间无限次出手，扩大能产生价值的时间。提高收入的3种方式。首先是出手更多的时间，但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无法无限扩展。例如，网红和明星能赚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售卖时间模式很符合批发时间的特征。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收入，就需要提高单位时薪，并且找到批发时间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将同一段时间的价值最大化。第2种方式是提高单位时间的价格，这需要你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从而增加自己的价值。例如，通过学习和实践，你可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使自己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从而提高你的时薪。第3种方式是改变时间出售的形式，这意味着你需要找到方法，让你的时间可以被重复使用，从而创造更多价值。比如，一个在线课程可以被无限次销售，每次销售都能为你带来收入，而你只需付出1次制作的劳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网红和明星能赚那么多钱的原因。他们通过直播、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以一种批发时间的模式，将自己的时间以更高效的方式出售给成千上万的观众，从而实现了高收入。那么，我们普通人该怎样利用这些方法提高自己的收入呢？首先，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时薪。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在自我提升和学习上投入时间和金钱。记住，提高时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努力。其次，我们要考虑如何将自己的时间以更有效的方式出售。这可能意味着创造一些能够被多次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如在线课程、电子书或其他数字产品。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时间更有价值，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收入机会。接下来，我想聊聊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自由。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自由通常被理解为有足够的钱，不再需要为了金钱而工作。但我认为，财富自由应该包含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时间、精神、身体健康等方面的自由。确实，这种能力让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高效和专注。但专注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知识和对知识的透彻理解，能够将知识融会贯通。这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差距，不仅仅是专注力的差异，而是认知的差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热爱的领域，而在这些领域做到顶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这些领域是你的稀缺资源。比如，有些人能把日常的家务活，如整理衣服这类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甚至因此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整理专家，被《时代》杂志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这正是普通人追求卓越的一种捷径。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这是一个非常欠缺的领域。我这里所指的投资理财，并不是那种教你炒股赚快钱的方式，而是更偏向于一种财商思维。这种思维涉及到我们在不同财务阶段应该怎样理财，比如在贫穷时如何科学存钱和消费，在富有时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等。所以，要想提升自己的财富，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基于个人优势和专业知识的知识结构。
这样的结构会使我们更有适应性和竞争力，从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站稳脚跟。生产总值是我们出售时间所获得的回报，你可以通过提高单位时薪，出售更多的时间，或者改变时间出售的方式来提高它。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理解这些道理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将知识转化为行动。我们需要把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才能真正实现财富的增长和个人价值的提升。那真正的财富自由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认为财富自由就是有足够的钱，不再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但我认为财富自由包括2个方面：财富和自由。财富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健康、时间和关系等其他方面。而自由更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是能够选择做或不做某件事情的能力。举个例子，有一个富翁和一个农民的故事。富翁认为财富自由就是拥有足够的钱来享受生活，而农民则认为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他的财富自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理解都不同，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自由。最后，我想说的是，财富自由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它是关于如何利用金钱作为工具，让你有更多的选择权，实现自我价值和生活的满足。所以，不要只盯着金钱，更重要的是找到心灵的自由和满足。如果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那么即使在财务上还未完全自由，你也可能比那些拥有巨额财富却感到空虚和不满的人更幸福。追求财富自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心灵的平静和满足。财富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工具，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希望我的分享能给你们带来启发，愿你我在追求财富自由的路上走得更远。关注我，我是财指导，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